老人变老是人生必经的自然规律，但是有些因素却会悄悄踩下加速键。许多看似平常无害的习惯，可能正在缩短老年人的健康寿命。换句话说，这些坏习惯可能让老人的生理年龄远远超过实际年龄，看起来和感觉起来比同龄人更苍老。当然，像吸烟、酗酒这类明显有害的嗜好也会伤身催老，但这些相信大家都已熟知。我们此次重点聊聊那些容易被忽视的潜在加速器。您也许想不到，洗澡这种日常活动居然也榜上有名，而且仅排在第3位。第5名则是许多人以为有益的静养，习惯久坐不动。至于第1名的头号元凶，更是几乎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。到底是哪6大习惯如此可怕？我们下面深入盘点，每一条都至关重要。第6名，饮水不足。俗话说，水是生命之源。然而，不少老年人不爱喝水或喝水不足，长期处于轻度缺水状态。这看似不起眼，却是在默默加速身体的老化。为什么喝水太少会让人变老更快呢？原因有以下几点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人体内的含水比例也在降低，因而其身体含水量占体重的 70% 以上，成年后约为 60%， 到了老年可能降至 50% 甚至更低。因此，老年人体内本就缺水少油，一旦补水不及时，影响更为显著。首先，人体的新陈代谢离不开充足的水分，水能帮助营养输送和废物排出。一旦长期喝水少，代谢减慢，细胞得不到充分滋养，毒素也更难排出，细胞环境变差，就容易老化。好比一条河流水量不足，就会干涸发臭。我们体内的河流缺水后，器官运转效率也会降低，更容易提前衰退。其次，老年人体内水分含量本就比年轻人低，对口渴的敏感度也下降，常常不觉得渴。很多老人白天喝得少，甚至为了减少夜间上厕所，晚上刻意不喝水，久而久之，身体处于慢性脱水状态，皮肤干燥，弹性变差，更容易出现皱纹和瘙痒脱皮。皮肤干燥正是加速皮肤衰老的元凶之一。秋冬季节空气干燥，若饮水不足，老人皮肤更容易干裂，整个人看起来憔悴苍老。另外，长期缺水还可能带来一系列健康问题，间接促进衰老。比如泌尿系统，老年人本身肾功能在退化，如果总是喝水少，尿液浓缩，容易引发尿路感染和结石，造成身体慢性炎症和不适，让人感觉更虚弱苍老。同时，血液粘稠度会因缺水而升高，血液循环变差，容易导致血压波动和心血管负担，加剧心脑血管的老化风险。再者，肠道蠕动也需要水分润滑，缺水容易引发便秘，粪便在体内变得干硬难排，不但让老人饱受痛苦，还可能诱发痔疮、肠气室等问题，使身体状况每况愈下。最后，水还与大脑功能息息相关，老年人本就容易出现记忆力下降，而大脑对缺水非常敏感，轻度脱水就可能引起反应迟钝、头晕、疲倦，长期如此，大脑细胞的健康也受影响，不利于维持清晰的思路和年轻的心态。判断自己是否喝够水的一个简单方法是观察尿液颜色。正常情况下，尿液应呈淡黄色且清亮透明，如果颜色浓深、发黄甚至发沉，就表明身体可能处于缺水状态，需要及时补水。所以说，千万别小看每天多喝几杯水这件小事。充足的水分就像给细胞浇水施肥，能滋养全身。建议老年朋友培养定时喝水的习惯，即使不觉得渴，也要少量多次补水。例如，每天早起1杯温水，白天每隔2-3小时喝半杯到1杯水，下午和傍晚适当喝水，但睡前2小时避免大量饮水，兼顾补水和睡眠。白开水是最好的选择。如果觉得白水没味道，可以泡点淡茶，或在水中加几片水果，提升口感。汤汤水水，如稀粥、汤汁也算在摄入水分中。不过要避免用含糖饮料或酒精饮品来代替白水，那样反而有害健康。正确的补水才能为身体各器官提供源源不绝的生命之泉。只要日积月累保持良好的饮水习惯，身体的机能运作会更顺畅，皮肤滋润有弹性，人也会显得精神焕发、年轻态。第5名，久坐不动，缺乏运动。
常听人说生命在于运动，这句话在老年人身上尤其适用。然而很多老人却误以为年纪大了就该少动，多坐一坐歇一歇才养生。殊不知长期久坐不动正在偷偷加速身体的衰老，把健康坐走。世界卫生组织就将缺乏身体活动列为全球第4大死亡危险因素，可见不爱动对健康的危害极为严重。缺乏运动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肌肉萎缩。俗话也常说，人老腿先老，双腿的衰老体现在肌肉流失和关节僵硬上，而我们的身体机能遵循用进废退的规律，长期不用的身体部位功能就会退化，对老年人来说尤其如此。如果总是坐着不动，腿部得不到锻炼，慢慢的腿脚就不听使唤。许多老年人的行动能力下降，其实并非完全因为年龄，而是因为长期缺乏锻炼导致的退化。有研究指出，卧床休息仅仅1周，肌肉力量就可能下降近 20%， 可见长时间不动对身体打击很大。长期久坐，肌肉退化速度会更快。医学上甚至把老年人肌肉大量流失称为一种肌少症，是导致衰弱和跌倒的重要风险因素。随着肌肉减少，平衡感和行动力变差，人的肌肉就像用尽废退的弹簧，经常活动才能保持弹性和力量。老年人本来每年都在流失肌肉，如果总是久坐，肌肉退化速度会更快。研究发现，每天坐着超过8小时的老人，腿部肌肉量年均减少约 1.5%， 腿部力量明显下降。肌肉流失不仅让人看起来瘦弱无力，更严重的是会导致行动不便和跌倒风险上升。肌肉力量变弱，平衡能力下降，腿脚无力，关节僵硬的老人更容易跌倒骨折，而一次严重的跌倒可能让身体机能从此大不如前，衰老速度骤然加快，并且长期不承受重量的骨骼缺乏必要的机械刺激，会加速骨质疏松，提高骨折的风险。长期缺乏活动还会让心肺功能每况愈下，运动时心跳加快，血液循环增强，能锻炼心脏和肺部。而久坐的人心脏泵血变慢，血液循环不良，容易出现下肢水肿、静脉曲张，心脏供血不足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。血液带不到身体各处，细胞营养供应不良，久而久之各脏器的活力都在下降。长期久坐还会导致代谢问题，老人代谢本就变慢，缺乏肌肉活动使得热量消耗更低，脂肪容易囤积，久而久之可能出现中心性肥胖、大肚子、内脏脂肪增多，腹部肥胖会进一步提高糖尿病、高血脂、高血压等3高疾病风险，加速血管老化和各器官受损，看起来也比同龄人更苍老。更微妙的是，久坐不动对大脑也有负面影响。运动可以促进大脑释放内啡肽等快乐激素，增强认知功能，而缺少活动的生活方式容易让人精神萎靡、思维迟钝，甚至增加抑郁和焦虑的可能，这些都不利于大脑的年轻化。综上所述，坐着养生其实是一个大误区，相反，适度活动才是延缓衰老的关键之一。坚持运动的老人，无论肌肉力量还是心肺功能、记忆力，都比成天坐着的同龄人更好，更显年轻。其实老年人运动不需要剧烈，贵在持之以恒。国际卫生机构建议老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适度运动，如快走、游泳等，可以分摊到每天20到30分钟，每天1次散步、打打太极拳，或者根据自身情况做做体操、伸展，都能促进血液循环和肌肉活力。即使天气不好，也可以在家中起身走动，拉伸筋骨，避免一坐就是1-2个小时。正所谓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，动一动对健康的好处，从古至今都深受认可。只要开始动起来，哪怕慢慢走、轻轻动，都比坐着不动强。让身体的发条转起来，新陈代谢的机器才能保持运转，您就能有效对抗岁月对身体的侵蚀。第4名，饮食不当、营养不良或过度。民以食为天，饮食习惯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身体的健康老化速度。俗话说，药补不如食补，通过日常饮食获取营养，比吃保健品更可靠。
许多老人年轻时养成的饮食偏好，到了晚年却可能成为加速衰老的推手。老年人的消化吸收能力较年轻时下降，再加上味觉退化，往往会出现两种极端，一种是吃得过于清淡单一，营养摄入不足，另一种是口味依然很重，偏爱高盐高糖等不健康食品。这两种不当饮食方式都会损害健康，加快衰老。先说营养不足的情况，不少老人体弱或牙口不好，就偏爱稀饭、面汤、腌菜这类软烂清淡的食物，蛋白质摄入明显不足。还有一些老人受观念影响，认为吃肉不好消化，干脆长期不吃肉或者盲目吃素，结果导致优质蛋白、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严重不足。长期蛋白质缺乏，身体就像盖房子缺砖头，肌肉和骨骼无法维持，容易出现肌肉流失和骨质疏松。钙、维生素 D 等营养不足更会加剧骨骼老化，增加骨折风险。此外，缺乏某些维生素，如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 和抗氧化物，身体对抗自由基的能力变弱，细胞更容易受损老化，免疫力也会降低，整体衰老进程就会加快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老年人对蛋白质的需求其实并不比年轻人低，甚至因为吸收利用率下降，建议摄入量相对更高。很多营养专家建议，老年人每公斤体重每日摄取1克左右的蛋白质，比普通成年人的 0.8 克稍多。再看另一种饮食过度、口味过重的情况，有的老饕终于退休，有时间享口福，每天大鱼大肉、高油高盐，或者特别爱吃甜食、精致碳水。高盐饮食会加速血管老化，盐分摄入过多引起血压升高，长期高血压会伤害血管弹性，加重动脉硬化，让心脑血管年纪变老。而过多的糖分则是胶原蛋白的大敌，糖分在体内和蛋白质结合，形成晚期糖化中产物 AGEs， 会使皮肤胶原蛋白变硬、断裂，引起皱纹和皮肤松弛。糖分代谢还会产生过多氧化应激，使细胞受损。难怪有人把糖称为甜蜜的毒药，吃太多会让人看起来更显老。此外，过多的红肉含油炸食物摄入，也会增加炎症反应和氧化压力，对各组织器官造成累积伤害，加速衰老。现实中，不合理的饮食已经让许多老年人吃出了老年病。隔壁社区有位王叔叔，特别爱吃肥肉和甜食，3天2头大鱼大肉，结果50多岁就查出糖尿病、高血脂，才过了几年，他走路就气喘吁吁，脸色暗沉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不少。反观他的老同学李伯伯，饮食一直很节制均衡，青菜豆腐搭配瘦肉、鱼蛋，什么都吃一点。如今70多岁了，身材适中，血压、血糖正常，精气神比王叔叔好太多。一样年纪的人，因饮食习惯不同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老化速度，教训不可谓不深。因此，老年人的饮食要讲究均衡和适度，既不能营养不良，也不要放纵食欲过度摄入。建议每餐都摄入适量优质蛋白质，如瘦肉、鱼禽、蛋、豆制品，保证肌肉和骨骼的养分。多吃新鲜蔬菜水果，补充维生素和抗氧化物，同时控制盐和糖的用量。清淡饮食，但不至于毫无滋味，可以用天然香料葱、姜、蒜、香草等提味，减少重油重咸。甜点、含糖饮料要少碰，想吃甜味时可以用水果代替部分点心。现代研究发现，地中海式的饮食模式，多蔬果、坚果、橄榄油，适量鱼肉，少红肉和糖，有助于降低慢性病风险，被视为健康长寿的饮食典范，值得借鉴。通过合理饮食，给身体提供全面的抗老营养，才能让细胞有足够弹药对抗岁月。反之，不当的饮食习惯就是在拔高衰老的油门，让身体过早衰落下来。第3名，错误的洗澡习惯。洗个热水澡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天中的放松时刻，但对老年人而言，一些错误的洗澡方式不但不能养生，反而可能加速衰老，甚至危害健康。洗澡这件好事怎么会变成元凶呢？问题往往就出在水温、频率和时间这3个方面。首先是水温过高，许多老人怕冷，喜欢洗热乎乎的热水澡，感觉越热越舒服。殊不知，过烫的水会带走皮肤上的天然油脂，皮脂是皮肤的重要保护屏障，
帮助锁住水分。水温太高时，油脂被大量溶解洗掉。洗完后，皮肤表面干巴巴，容易干燥、瘙痒。长期如此，皮肤失去滋润，就像干裂的泥土，更容易出现皱纹、斑点等老化迹象。而且皮肤干痒会让老人忍不住去抓，可能引起破皮感染，皮肤屏障进一步受损，整体皮肤状态每况愈下，看上去自然显老。其次是洗澡太过频繁，有些老人爱干净，甚至每天猛搓澡，结果适得其反。频繁的用肥皂、沐浴露大力清洗，会破坏皮肤表面的微生物菌群和平衡，皮肤角质层被过度清除后，反而变得脆弱，抵抗力下降。如果洗澡水质较硬、矿物质多，或使用碱性强的清洁剂，频繁洗澡还可能导致皮肤发炎、湿疹等问题。皮肤屏障一旦被反复破坏，老化进程也会加速。因为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和防线，一旦这道防线变脆弱，整体健康状况都会受到拖累。第三是洗澡时间过长，泡在热水里时间太久，对老人其实并不安全。长时间泡热水澡会使全身血管扩张，血压下降。有的老人起身时容易因脑部短暂缺血而头晕目眩，严重时可能晕倒在浴室。另外，过度洗澡还会耗体力，热水环境下心跳加快，身体散热也在消耗能量。老人泡太久反而感到很疲惫，出来后容易四肢无力，甚至着凉。一次精疲力尽的洗澡，无异于透支了身体的活力，长期看来不利于保持年轻状态。我认识的一位邻居赵奶奶就有类似情况，她怕冷，每次洗澡水温开得很高，又习惯用搓澡巾用力搓，结果每次洗完澡皮肤都又红又干。长此以往，赵奶奶的皮肤变得非常敏感，一到冬天就痒得睡不着。后来医生建议她缩短洗澡时间，水温降到稍高于体温，并且别再用力猛搓。赵奶奶照做了一段时间后，皮肤状态明显好转，干痒减轻，人也不那么烦躁了。可见洗澡方法对老年人影响不小。那么正确的洗澡方式是怎样的呢？水温控制在37摄氏度左右最适宜，大约与体温相当的温水即可，不需要太烫。洗澡频率因人而异，一般每周洗2到3次足够。夏天出汗多可以适当增加，但不要每天用热水猛搓。每次洗澡时间也不宜过长，10多分钟洗完即可。对于高龄者而言，以淋浴为主会比长时间泡澡更安全，避免长时间浸泡导致的疲惫和头晕。如果喜欢泡澡，也要注意控制水温和时长。洗澡时动作要轻柔，尽量使用温和的沐浴产品，轻轻搓洗即可。有些老人还喜欢用很粗糙的搓澡巾或刷子使劲搓，觉得搓出泥才干净。其实那一层泥有一部分是皮肤正常的新陈代谢产物和保护层，并非越干净越好。用力过度只会让皮肤角质层变薄，越搓越伤身。老人皮肤本就薄嫩，更要轻柔对待。洗完后可以涂抹一些润肤乳，帮助锁水。只要方法得当，洗澡仍然是放松身心、促进睡眠的好习惯。不但不会伤身，还能让老年朋友舒舒服服、干干净净的更健康。第二名，长期负面情绪、压力与孤独。常言道，笑一笑10年少，愁一愁白了头。心情对人体状态的影响巨大，长期处在负面情绪和精神压力之中，会明显加速老化的进程。许多老年人退休后感到空虚、孤独，或者因为生活琐事容易烦躁生气，还有的饱受焦虑、抑郁、情绪困扰。这些持续的负面心理状态，其实就像在体内埋下一颗颗催老的种子。当一个人长期郁闷、生气或者恐惧，身体会处于应激状态，分泌大量压力激素，如皮质醇等。短期的压力反应也许有助于应对挑战，但如果长期维持高压状态，这些激素反而会破坏身体的平衡。高水平的皮质醇会损害免疫系统，削弱身体修复机能，细胞更容易受损老化。同时，压力激素使心跳加快，血压升高，长期下来，心血管系统负荷沉重，更容易出现动脉硬化等老化病变。此外，负面情绪往往意味着睡眠不佳、胃口变差，进一步造成身体机能下降，形成恶性循环。科学研究也证实了，心态老会加速生理老。
最近有一项涵盖上万名中国老年人的研究发现，长期处在孤独、恐惧、抑郁等负面情绪中的人，其生理年龄通过生物标记衡量，平均比实际年龄老了将近20个月。换句话说，不良情绪让身体老化程度超出预期近1年半之多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这种情绪带来的老化影响比长期吸烟的影响还要大。有专家感叹，孤独比香烟更可怕，说的就是情绪孤苦对健康的巨大破坏力。其实，在各种长寿老人的采访中，良好的心态几乎是他们共同提及的秘诀。无论国内还是国外，许多活到90几、100岁的寿星都说自己平日喜欢笑，心事少，不跟人斤斤计较，遇事往开处想。他们把烦恼和压力降到最低，专注享受生活中的点滴乐趣。这正是保持青春心态的关键。除了加速身体机能衰退，负面情绪还会偷走生活的活力。我们常看到有些老人乐观开朗，虽满头华发，却精神矍铄；而有些老人终日愁眉苦脸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。爱发脾气、爱抱怨的人更容易出现高血压、冠心病等问题。这些疾病反过来又削弱了身体，让衰老雪上加霜。反之，那些心态平和、积极乐观的长者，往往内分泌更平衡，免疫功能也较强，身体状况明显比同龄人要好。再谈一个真实故事，一位70出头的刘婆婆，刚退休时因为生活节奏改变，又常常独自在家，搞得自己抑郁寡欢，整日无精打采。后来家人鼓励她参加了一个公园晨练的舞蹈队，刚开始她不好意思，渐渐地融入集体，结交了不少朋友，每天早上跳跳舞，聊聊天。刘婆婆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，人也开朗起来。现在她逢人就说自己心境比退休刚开始时年轻了10岁。可见，只要勇敢走出情绪的阴影，老年生活依然可以多姿多彩。要对抗情绪催老这个隐形杀手，关键在于调适心理，排解压力。老年人应该尽量让自己的生活丰富充实，多参与社交活动与兴趣爱好，比如和朋友聊聊天、下棋散步、参加社区活动、老年大学课程等，都能减少孤独感，同时保持大脑的活跃度。家人也应多关心长辈的内心感受，常陪伴，多交流，给予情感支持。如果老人有明显的抑郁或焦虑症状，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帮助也非常重要。俗话说，活到老，学到老。老年朋友不妨培养一些新爱好，例如学乐器、练书法、种花草，让生活充满新鲜感和成就感，心情自然愉快开朗。近年流行的正念冥想、瑜伽、呼吸等放松练习，也可以帮助老年人舒缓压力，保持情绪稳定。不妨每天抽几分钟做深呼吸或冥想，逐渐训练平和的心境。另外，有条件的话，养花种草或饲养宠物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可为生活增添乐趣和陪伴，减轻孤独感。通过培养乐观开朗的心态，学会用平和的心境看待生活的起伏，老年朋友们不仅会觉得每天更轻松，从生理上讲，也确实能延缓衰老的脚步。正所谓心宽寿长，心情舒畅了，人体内环境达到和谐平衡，细胞都仿佛更有活力，衰老速度自然放慢。第一名，睡眠不足和熬夜。我们终于来到加速衰老的头号元凶。很多人天天都在犯的习惯，睡眠不足。充足而高质量的睡眠对于维持年轻的身体状态至关重要，但许多人包括老人自己并未意识到缺觉对健康的伤害有多深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老年人的睡眠时间和深度往往比年轻时少，而且老年人体内调节睡眠的褪黑激素分泌量本身比年轻时少，再加上一些慢性疼痛、不适症状的影响，更容易出现失眠问题。据调查，有相当比例的老年人夜间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，远低于专家建议的每晚7到8小时，这无疑给健康埋下隐患。偏偏有些老人晚上睡得晚，睡得少，白天又无精打采，长期如此形成恶性循环。常见原因如夜间频繁起夜、失眠多梦，或者纯粹习惯晚睡看电视，甚至玩电子产品。还有些老人白天瞌睡多，小睡过长，导致晚上更加睡不着，生物钟也被打乱。
结果就是夜里睡眠时间缩短，深度睡眠更少，身体得不到充分休息修复，各项机能加速老化。为什么说睡眠不足会让人变老呢？俗话说，睡觉是最好的补药，良好的睡眠胜过任何昂贵补品，因为它是人体自我修复的最佳手段。那么，睡眠不足究竟通过哪些机制伤害我们呢？因为睡觉时，身体就像启动了自我修复工厂，特别是在深度睡眠时段，人体会分泌生长激素等修复荷尔蒙，帮助受损细胞进行修复，清除代谢废物。同时，大脑也在夜间清理垃圾，例如与阿兹海默症相关的贝塔类淀粉蛋白。如果睡眠时间太短或睡眠质量差，这个夜间修复过程就被打断或削减，日积月累，细胞损伤累积而得不到充分修复，老化的痕迹就会越来越明显地刻在脸上和身体上。研究指出，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记忆力下降、免疫力削弱，甚至增加老人患失智症的风险。许多老年痴呆症患者在发病前多年就有睡眠不佳的问题，可见睡眠质量下降可能是大脑衰老的一个警讯。睡不好觉的老人，白天容易犯糊涂，注意力不集中，精神萎靡，给人感觉整体状态很老。而且睡眠不足还会扰乱内分泌，让食欲激素失衡，容易导致食欲增加，偏爱高糖食物，进一步引发肥胖和代谢问题，这些都是衰老的推手。值得警惕的是，有些老人虽然睡得早，时间看似够长，但睡眠质量很差，比如整夜浅眠，多次醒来，或者鼾声如雷伴随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，睡梦中反复呼吸中断，这些问题都会让身体实际获得的有效休息大打折扣。同样属于隐形的睡眠不足，久而久之也在侵蚀老人的健康。熬夜尤其不可取，不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，过了子夜仍不睡，就等于在损耗身体的元气。老人的脏器本就老化，更熬不起夜，一两次熬夜可能没什么感觉，但长期晚睡，免疫功能下降，容易生病，皮肤状态也明显变差，皱纹增多，肤色暗淡，所谓熬夜一晚，老10天并非没有道理。再举个例子，有位许久未见的老同事小张，最近容光焕发，原来是因为他改掉了常年熬夜的习惯。过去他总是为了看电视连续剧，搞到凌晨1、2点才睡，整天哈欠连天，眼圈发黑，显得特别憔悴。而现在每天晚上10点就上床，睡够7小时，整个人的气色和精神头都好了许多，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。可见只要肯调整作息，身体是会回春的。要想对抗因睡眠不足带来的衰老，最重要的是培养规律健康的睡眠习惯。老年人应尽量做到早睡早起，比如晚上10点到11点就寝，早晨6、7点起床，养成符合人体生理节律的作息。睡前避免刺激性的活动和饮料，如剧烈运动、浓茶咖啡，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。如果有失眠困扰，可以尝试睡前泡脚，听放松音乐，必要时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助眠药物或补充褪黑素等。白天适当户外活动，增加光照，到了晚上体内褪黑激素分泌才更充分，有助于夜间睡眠。另外需要提醒的是，白天小睡要适度，如果午睡时间过长，超过1小时，反而可能影响夜间入睡。因此午休以20到30分钟为宜，可以消除疲劳，又不会干扰晚上的睡眠。还有，睡前尽量避免使用手机、平板等电子屏幕，因为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，使人精神保持亢奋，不利于入睡。睡前1、2个小时，不妨听听轻音乐，翻翻纸质书，让身心慢慢放松下来，更好地迎接睡眠。此外，打造良好的睡眠环境也很关键。卧室应当安静、昏暗且温度适宜，光线过亮或环境过热都会干扰入眠。必要时可以使用遮光窗帘、眼罩和耳塞，减少外界干扰。空调或暖气调至舒适的温度，保持空气流通，但避免对着人直吹。睡前将手机调至静音或夜间模式，也能防止半夜被讯息提醒声惊醒。总之，把睡眠这件每天都在做的事管理好，是延缓衰老的一大法宝。良好的睡眠习惯不仅让老人白天精力充沛、头脑清醒，也让身体各器官有
有机会休养生息，保持更年轻的功能状态。还有一点需要注意，以上这些加速衰老的因素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，而是彼此影响，相互交织。例如，长期缺乏运动的人往往也很少外出社交，容易感到郁闷孤独，心情不好又会影响睡眠和胃口，导致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，而睡眠不足，营养不良又会使人更加没精神去运动，整天坐着不动，如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，让衰老的速度一再加码。因此，要真正延缓衰老，必须全方位的调整生活方式。以上每一项都尽量改善一点点，这些改变之间会相互促进，形成良性循环，共同把整体健康状态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。科学研究表明，决定人体衰老速度的因素中，大约 25% 来自遗传基因，余下约 75% 取决于后天的生活方式。换言之，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来影响衰老的进程。衰老虽然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进程，但我们完全可以透过后天努力来减慢它的脚步。事实上，世界上一些著名的长寿地区，如日本冲绳、意大利撒丁岛等的老人，往往都有共同点：坚持劳动和运动，饮食天然适量，家庭社区关系紧密，心态平和开朗，充分证明良好的生活方式与长寿密不可分。以上提到的这6大加速衰老：习惯饮水不足、久坐不动、饮食不当、错误洗澡、负面情绪、睡眠不足，每一项我们都可以逐步改善。或许改掉成年的老习惯并不容易，但只要从现在开始一点一滴的调整，累积起来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。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，就是维护青春活力的长期秘方。简单来说，多喝水、勤活动、吃得好、洗对澡、心态好、睡眠足，这6件事就是最平凡却有效的抗老秘方。请相信，只要开始行动，岁月也会变得温柔，给予我们回报。也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您，能将这些观念与知识分享给家中的长辈和朋友，让更多人受益。同时，家人和年轻一辈也应该多关注长辈的日常生活，提醒并帮助他们做出积极的改变。只要方向正确，永远不嫌晚。即使是70、80岁的老人，依然可以。真正的养生之道，不在于购买昂贵的补品或追求神奇偏方，而是在于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，远离那些加速衰老的坏习惯。只要我们共同努力，把握住每一天可控的细节，完全可以提升生活品质，减缓衰老迹象。正如诗句所说，莫道桑榆晚，为霞上满天。年纪大了并不可怕，只要我们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老年照样可以活出灿烂的晚霞余晖。愿所有人都能以更健康的姿态迎接岁月，延长活力满满的人生黄金期。